好，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川習會的一個進度哦。習近平這時候拒絕護航荷姆茲海峽，那川普在這個時候惱羞成怒了嗎？因為這時候他決定要推遲習川會，那怎麼辦呢？接下來不管是美牛或者大豆訂單是沒了嗎？美國現在農民可着急了。好，趕快來關心到的是這一場戰火已經影響到了最重要的，本來在月底，或者是4月初即將要舉行的中美高峰會，也就是習川會了。那川普現在親口宣布了，因為戰爭的關係，我必須留在這裡，所以這個高峰會會延後大約1個月的時間，所以習川會看起來會延期了。委員怎麼看這樣子的事情？對，其實我一直都在想說，真的有習川會嗎？就是真的已經講好了習川要會嗎？因為如果大家要去回溯一下過去所有的新聞，都是川普一個人在自說自話，說他3月底要到北京去跟習近平見面哦，然後已經講好習川會了。可是你看中國大陸所有的發言都是一樣的，就像放錄音帶一樣。第一，元首外交不可替代；第二，仍然保持良好溝通。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。可是中國大陸從來沒有說死，說真的要習川會，什麼我們北京熱烈歡迎川普到北京來訪問，從來沒有講過。所以其實。在這個前提之下，如果中國大陸並沒有表達這麼強烈的意願，或者甚至八字連一撇都沒有，那麼有沒有會一點都不重要啊。對北京政府來講，甚至我都懷疑說，搞不好北京政府也不想會，因為對北京政府來說，你打到了我最重要的盟邦伊朗啊，還不要講說戰略的夥伴了，光是在經濟利益，伊朗就是中國大陸“一帶一路”中歐班列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的據點。在這個時間點上，你打到了那裡去，我怎麼可能跟你會呢？如果這個時候習近平跟川普會了，習近平怎麼面對伊朗啊？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一原先可能就沒什麼意願，二你現在幹的這件事情，我更不可能跟你碰面哦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川普是自己找個台階下吧，就是可能人家也不想跟他碰，然後人家也沒有什麼很熱情的表達正面的意願，那搞不好連敲個時間都還沒敲出來，他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就自己先下了這個台。就自己先拿到主導權，說我不要跟你會哦，不是因為這個北京根本不想見到我哦，所以他才找這個理由去講嘛。否則我說句實話，你叫川普去說川普，不要說川普了，任何一個路人甲了，你跟他講說叫他去要北京政府派兵這個去護航通過荷姆茲海峽，大家都快笑掉大門牙了吧？因為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陸跟伊朗是什麼樣的關係，他怎麼可能會站隊站在你美國這邊呢？所以，川普做這件事情哦，我覺得一方面呢，他自己做個下台階，然後呢，沒有習川會了，他也有一個理由可以講。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，為什麼對於習近平或北京政府，他根本不在乎川普？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講過很多次，我們過去不斷的在講，現在到底是誰有求於誰？中國大陸對於美國市場的這個分散，在過去這幾年幾乎已經完成了。美國不是中國大陸最主要的市場，所以會不會根本不重要。反而是中國大陸扣住了美國的大豆的採購，扣住了稀土的出口，這是美國需要的。在這場戰爭裡頭，其實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資料，中國大陸在今年的1月跟2月，它的原油採購量增加了15%，它準備了200天的戰備儲油哦。所以中國大陸現在這場戰爭打200天，對中國大陸來說都不是有問題的，因為它早就已經做好了預先的準備了。中國大陸不像其他的國家，其他的國家可能沒有這個情報的判斷有問題，沒有做預先的準備哦。像我們台灣可能現在天然氣只剩下幾天了，可是問題是對中國大陸來說，它在今年的1、2月，比起去年同期，它增加了15%的原油採購，它準備了200天的戰備儲油。所以這場戰爭就算打個100天，打個150天哦，對中國大陸來說其實也沒差了。因此現階段到底誰有求於誰，大家就應該看得很清楚了。好，等一下同一個問題，到底誰有求於誰，在這場習川會，誰更想要舉行？等一下繼續請教尚志哥。那其實現在有專家特別做評論說，為什麼這一場習川會短期內明顯就是會辦不成？原因有3個。第一個就是川普確實在這一次的巴黎談判是不順利的，沒有從中國手中確定可以拿到這個稀土或者是大豆的這個下單哦，所以他乾脆找借口去延後。再來就是伊朗跟台灣的議題，到現在雙方還沒有結果。最後就是川普一直對中國的盟友出手，除了伊朗之外，還有近期的委內瑞拉，這不是給習近平難看嗎？那所以這個針對於這個習川會，到底誰比較需要誰？尚志哥又怎麼看？我想覺得原本2026年最重要的就是這场川習會。因為呢，從去年延伸下來說，因為中美關係有很多東西，就是大家究竟是在對抗互殺，還是開始有點和緩，會影響到全世界。
所以呢，而且川協會本身來講，其實對於中美雙方來講，都想要確認對方某一些結構性的態度，包括川普先講的 G2 的所謂中美兩個大國治理，這可是對全世界一個很新的全球關係的一個框架，所以真的很重要啊。但是沒有想到美伊戰爭的這個部分都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，這也是川普自己的決定。當然，我們其實就最近這1個多月以前，以香港南華早報所披露一些東西，在今年3月，也就是3月初的時候，美國確實有針對於這次川普的部分的前區的談判的團隊有去，就要去討論安排川普的後面的行蹤，比如說要不要去上海，美國說不要，那麼要多少人？一開始說要500多人，川普說要個大陣仗去談判，所以早期美國也是有備而來的，但是真的就是我覺得是被美伊戰爭給打亂了腳步，可是中國大陸確實在這整個過程裡頭非常非常穩哈。我覺得中國大陸確實這個穩，一方面來講，他沒有要川普什麼，而且其實是川普要他的，特別都知道嘛，其中選舉，川普就是要很多利多，特別是農民的很多的這個東西要靠中國大陸給。除此之外來講，但是因為美伊戰爭發生之後，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在看到底這場戰爭進行中，美國的這個傷損程度如何，不只是外交政治或川普個人，也包括美國的影響力，這裡頭包括軍事實力的實際上的這個拉垮的這個披露，以及整個。現在全世界會因為美伊戰爭，對於先前中國強調的那個多極中心，而不是強權中心的這個南方國家跟金磚國家的長期的訴求，在這一波你看，連歐洲的國家都被感染了哦，就是說願意好像要跟中國的多極中心更靠近一點。加拿大包括德國這總理都這樣講，所以這個過程裡頭，不是說大家各懷鬼胎，而是美伊戰爭這個變數超過各家所有部分想象。當然對川普來說，他只要跟習近平見面，無論他要什麼求什麼，對他來說，他的場面，他就是個愛場面的商人。他如果沒有氣勢，他如果沒有一個厲害的條件，他沒有個自己可以在裡頭游刃有餘的立場，這3個沒有的話，他就不會談。當然，我必須得說，他也是聰明的啦，賊的往後延嘛，很多東西沒有取消，只要往後延。我認為中國大陸也還是願意跟美國談，因為中美這個架構上，中美架構把台灣問題今年在2026年談出一個相對的方向性。這個部分我覺得是習近平要的，所以我認為川習會一定還是會舉行，只是確實延後了。好，所以這個時候確定是會延後了。那延後多久？這個我們還要持續的做觀察。那現在來說，是不是對於川普或者是美國農民還是要最緊張的呢？眼看就是期中選舉要到了。那川普本來是想要成立在美中之間的這個叫做美中貿易委員會，接下來針對於中美之間的貿易，他希望可以明確的規範進出口跟制度化的監督，也可以看出來他對於接下來中美貿易現在未來的進行式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現在也是都取消了。另外就是中國大陸本來在巴黎談判的時候已經有意說要加購，不管是家禽啊、牛肉，還有非大豆的作物，但是這些訂單現在短期內恐怕也看不到了。美國農民要頭痛了，川普也要頭痛了吧？期中選舉要到了，幹哥怎麼看？美國本來你知道嗎？他那個大陣仗哈，說要去跟這個中國哈。要談接下來的貿易談判，他必須要成立一個貿易委員會，專責的，為了中國成立的，也可以稱作投資委員會啊。現在結果因為伊朗戰事就停下來了。我跟你講，美國農民很急啊，為什麼？3月啊，春耕啊，要播種啊。播種，你知道這個前面那個大豆的問題，不是中國已經答應1200萬噸嗎？3月以前要買，對不對？5月要再買2500萬噸嘛，對不對？然後豆農都在想說，有啊，我們聽到新聞，我們看電視啊，可是訂單沒有到我們公司來啊。也就是說，大陸一點都不急，中國一點都不急。我看你什麼時候要跟我談，對不對？你現在主動推遲了川習會啊，那我們就不急了嘛。是你要跟我做生意，不是我要跟你做生意。我已經釋放善意說，我還多買美國牛肉，我還多買其他非大豆的作物了。然後你現在說要推遲，好吧？那不是我在急，是你在急啊。現在怎麼辦呢？你要知道，除了這個以外，還有另外一樣，你知道叫什麼？氮肥，就是肥料啦。這些農民不是要播種嗎？這些不管是大豆啊，或是各式的其他雜糧的播種，需要大量的氮肥啊。美國每年要買多少？美國每年要買50億，從哪裡買？從中東買。中東哪裡買？中東的船要運出來，現在是油輪出不來，連載肥料的船都出不來，這全部都是因為戰爭造成的。所以現在頭在燒的是什麼？是農民，而不是川普。
你不知道美國農民他現在正準備要施肥的時候，這些氮肥都來自哪裡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，就是被攻擊的那個國家，還有科威特等等，都是一樣的產油國。為什麼？因為石油的副產品就是從天然氣裡面提煉氮肥出來的，這些通通都受影響。還有油價也受影響。你知道現在開 Uber 哈，從聖塔莫尼卡開到好萊塢，你知道多少錢？